曾经让大唐万人空巷，让天竺高僧18天无人敢变的传奇人物，晚年竟落得弟子离散、孤身病重的下场。他就是玄奘。年轻时孤身穿越沙漠雪山，九死一生，走了10万里才抵达天竺。回到大唐后，又用19年时间翻译经书。可谁能想到，曾经被帝王奉为座上宾的他，到了晚年却被一些弟子嫌弃清贫，看不到前途，一个个转身离开。后来一个寒冷的雨雪之夜，年迈的玄奘不慎跌入水坑，身体从此彻底垮了下来。几天后，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用尽力气留下了2个字：玄奘用一生证明，真正的信仰不是风光时有多少人追随，而是在众叛亲离、无人理解的时候，你是否还愿意守住初心？那么，他临终前说出的2个字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短短2个字竟然激励了后人上千年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玄奘人生最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隋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战火烧遍中原大地。洛阳城外的净土寺里，13岁的陈一跪在佛堂前，双手合十，额头贴着冰冷的石板地。他的二哥陈素法号长节站在他身后，一身僧袍洗得发白，脸上满是犹豫。一儿，你当真想好了，出了这道门，这辈子就回不了头了。陈一抬起头，眼睛里没有一丝少年人该有的慌张，反倒是一种不合年纪的沉静。二哥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剃度出家。长节叹了口气，伸手摸了摸弟弟的头顶，那头乌黑的头发再过一炷香的功夫就要被剃掉了。你才13岁，连外面的世道都没见过，怎么就笃定要在这青灯古佛前待一辈子？陈一站起身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目光落在佛堂正中央那尊落了灰的佛像上。二哥，我不是因为躲避战乱才出家的，我是真心想弄明白佛祖到底说了些什么。长节张了张嘴，没再说话。他知道这个弟弟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别人家的小孩满街疯跑捉蛐蛐，他能蹲在墙角翻一整天的经书，连饭都忘了吃。剃度那天，净土寺的住持亲自为陈一落发，赐法号玄奘，剃刀划过头皮的声音很轻，一缕缕黑发落在地上。长节站在门边，偷偷背过身去擦了擦眼睛。玄奘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脑袋，朝二哥咧嘴一笑，说这样挺好。可谁都没料到，这个笑起来还带着几分稚气的少年，日后会走出一条震动天下的路。出家之后，玄奘一头扎进了经书的海洋里。他白天跟着寺里的师傅们听讲，晚上就着一盏油灯读经，常常读到天光大亮才合上书卷。几年下来，他几乎把净土寺里能找到的经书都翻了个遍。可越读越觉得不对劲，他跑去问长节：二哥，你有没有发现同一部经，不同的翻译版本说的意思完全不一样？长节正在院子里晒经书，闻言愣了一下。经文嘛，各家理解不同，翻译出来自然有出入，不是出入的问题。玄奘蹲下来，捡起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有的地方完全是相反的意思，到底哪个才是佛祖的本意？长节放下手里的经卷，认真看了弟弟一眼。
那你想怎么办？玄奘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长姐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，才听见他轻声说了一句话：我想去天竺，去佛祖讲法的地方，找到最原始的经文，亲眼看一看佛祖到底说了什么。长姐手里的经卷啪的一声掉在地上。你疯了！天竺离这儿有几万里路，中间隔着沙漠、雪山、强盗、猛兽，朝廷又不批你出关的文牒，你怎么去？玄奘弯腰捡起那卷掉落的经书，仔细掸去上面的灰尘，双手递还给二哥。二哥，我这辈子如果弄不明白这件事，就算活到100岁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。贞观3年，长安城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早。玄奘站在城门外，回头望了一眼这座他生活了好几年的城池，城墙上的旗帜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他背上的行囊很简单，几卷经书，一个水囊，一袋干粮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。朝廷没有批准他的出关申请，他只能偷偷走。这一年玄奘28岁，他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，白天藏在荒草里躲避关卡的巡兵，夜里借着月光赶路。过了玉门关之后，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莫赫延喀大沙漠。向导在出发前跟他说过，这片沙漠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走进去了就别想着回头。玄奘没有回头，走到第3天的时候，水囊空了，他的嘴唇干裂出一道道血口子，舌头肿得说不出话。眼前的沙丘开始变得模糊，一会儿像是翻涌的海浪，一会儿又像是长安城的城墙。他摔倒了，脸埋在滚烫的沙子里，烫得皮肤发疼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回去吧，回长安去，老老实实待在寺里翻译那些不完美的经书，至少还能活着。可他的身体却不听使唤，手指抠进沙子里，一寸一寸地往前爬。也不知道爬了多久，天黑了又亮了，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，嘴里念的经文也变得断断续续，意识像是一盏在风中摇摆的灯。就在他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住的时候，一阵凉风吹过来，鼻子里忽然闻到了一股潮湿的气息。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睁开眼睛，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片绿色，是草，是水。玄奘趴在那个小小的水洼边，把整张脸埋进水里，大口大口地喝。冰凉的水顺着喉咙灌下去，他觉得自己的命是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。他没有死在沙漠里，老天爷还不打算收他。翻过沙漠，穿过雪山，一路上经历了劫匪、饥饿、疾病和无数次差点丧命的险境。玄奘终于踏上了天竺的土地。那烂陀寺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，红墙金顶气势恢宏，周围的菩提树遮天蔽日，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玄奘站在寺门前，望着那扇巨大的铜门，双手合十，深深鞠了一躬。他在这里一待就是5年。那烂陀寺的主持戒贤法师年事已高，据说已经100多岁了，身体虚弱的连走路都要人搀扶。可当他第一次见到玄奘的时候，浑浊的老眼里忽然亮了一下。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僧人。戒贤法师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玄奘跪在地上，
额头贴着冰冷的石板，声音有些发颤。弟子玄奘从大唐长安一路西行，历时4年，只为求取真经。戒贤法师沉默了许久，忽然老泪纵横。身边的士僧吓了一跳，赶忙上前询问。戒贤法师摆了摆手，用颤抖的声音说道：“3年前我大病一场，疼得想要了断自己。梦里有菩萨告诉我，东土会来一个僧人，让我等着教他。我还以为是梦话，没想到他真的来了。”玄奘听了这话，伏在地上，泣不成声。从那天起，戒贤法师倾囊相授，把毕生所学一点一点地传给了这个从万里之外赶来的年轻僧人。玄奘学得极快，悟性极高，不光精通了梵文，还把瑜伽行派的理论吃得透透的。消息传开之后，天竺各地的僧人和学者都知道了，那烂陀寺来了一个东土和尚，学问了得。有人不服气，专门跑来跟他辩论，想给他一个下马威。玄奘不急不躁，引经据典，一条一条地驳回去。那些来挑战的人，往往说不了几个回合就接不上话了。戒日王听说了玄奘的名声，专门在曲女城举办了一场无遮大会，邀请天竺18国的国王和数千名僧人前来参加。大会上，玄奘被推为论主，坐在高台之上。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按照规矩，他立下论旨，贴在会场门口，声明谁若能驳倒我一个字，我愿砍头谢罪。台下一片哗然，一连18天无人能破。那些天竺本地最顶尖的高僧大德一个个上台，一个个败下阵来，有的甚至说到一半就自己认输了。曲女城沸腾了，大乘僧人称玄奘为大乘天，小乘僧人称他为解脱天戒日王，亲自走上高台，拉着玄奘的手，激动得面色通红。法师，您留在天竺吧，我封您为国师，给您建最大的寺院，养最多的僧人，让您想怎么讲法就怎么讲法。玄奘双手合十，微微摇头。大王的好意，贫僧心领了。可贫僧来天竺不是为了荣华富贵，而是为了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东土。戒日王愣了愣，半晌才长叹一声：“法师的心不在天竺啊。”贞观19年正月，长安城朱雀大街上挤满了人，从城门口到大慈恩寺，沿途的百姓把路堵得水泄不通。有人爬上了房顶，有人站在树杈上，人人伸长了脖子朝城门方向张望。玄奘回来了，他带着657部经书、150粒舍利，还有7尊佛像，浩浩荡荡地走进了长安城。离开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偷偷摸摸出了城，回来的时候，整座长安城都为他沸腾了。唐太宗在洛阳宫接见了他，御书房里烛火通明，龙涎香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。唐太宗坐在案后，打量着面前这个瘦削的僧人，目光里既有好奇，也有赞赏。法师一个人走了10万里路，去了100多个国家。朕在朝堂上打了半辈子仗，都没走过这么远的路。玄奘低眉垂目，双手合十，陛下统御天下，护佑苍生。贫僧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唐太宗忽然身体前倾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法师，朕觉得你这样的人才不该待在寺院里，
不如还俗来朝堂上帮朕做事。整个御书房安静了一瞬，站在旁边的太监们都屏住了呼吸，谁也没想到皇帝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玄奘抬起头，目光平静地与唐太宗对视。陛下的厚爱，贫僧感激不尽。可贫僧这一身袈裟从13岁穿到现在，已经跟贫僧的骨头长在一起了。那些经书还没翻译完，贫僧此生怕是脱不下这身衣裳了。唐太宗看了他许久，忽然笑了起来。好一个脱不下这身衣裳！法师既然执意要译经，朕就成全你。朕给你最好的寺院，最好的僧人，最好的笔墨纸砚，你要什么朕给什么。只要你把那些经翻译出来，玄奘伏地叩首，贫僧谢陛下隆恩。从那天起，玄奘住进了长安城最大的大慈恩寺，开始了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事业——译经。大慈恩寺的译经院坐落在寺院的东北角，院子不大，四周种着几棵老槐树，夏天树荫能遮住半个院子。玄奘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点上油灯，在案前铺开梵文经卷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照翻译。他身边围着一群弟子和助手，有人负责记录，有人负责抗抄，有人负责润色。可所有的翻译工作最核心的部分都是玄奘自己一个人完成的。他对每一个字的翻译都极其较真，一个梵文词汇用哪个汉字来对应，他能反复推敲一整天。弟子慧立有一次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端着一碗已经凉透了的粥走过来：“师父，这碗粥热了3回了，您好歹喝一口吧。”玄奘头也不抬，嘴里念念有词地比对着2行文字，右手的笔悬在半空，迟迟没有落下。“师父。”慧立提高了声音，玄奘这才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过神来，眨了眨眼睛，看到面前的粥碗，愣了一下。“放那儿吧，我翻完这一段就喝。”慧立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把粥碗搁在案角，转身出去了。他知道师父说的翻完这一段，往往意味着再过3、4个时辰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大慈恩寺译经院里的灯火几乎就没有熄灭过。玄奘翻译的速度极快，质量又极高，一部又一部的汉文佛经从这个小院子里流传出去，传遍了整个大唐。唐太宗对玄奘的译经事业极为支持，不光拨了大量银两，还时常派人来问候。可好景不长，贞观23年，唐太宗驾崩了。消息传到大慈恩寺的时候，玄奘正伏在案前翻译《瑜伽师地论》，笔尖刚蘸满了墨。报信的小僧人跪在门口，声音发抖：“法师，陛下龙玉并天了。”玄奘的手顿了一下，笔尖的墨滴落在经卷上，晕开了一小片。他缓缓放下笔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嘴唇无声地咔动了几下。过了很久，他才睁开眼，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：“替贫僧备一炷香。”新皇唐高宗继位之后，对玄奘的态度跟他父亲完全不一样。一开始还客气，隔3差5派个太监来寺里送些赏赐，说几句场面话。可日子久了，这些赏赐越来越少，太监来的次数也越来越稀。弟子窥基是个心思活络的年轻人，他最先察觉到了这种变化。一天晚上，他趁玄奘歇息的间隙走进了译经院。“师父，
我听说新帝最近在宫里请了几位道士讲经，对咱们佛门的事儿好像不太上心了。玄奘正在用热水泡脚，脚盆里的水已经凉了，他也没叫人来换帝王的心思，不是我们出家人该操心的。窥基急了，蹲在师父面前，压低声音说道：师父，我不是操心帝王的心思，我是担心咱们易经院的银子。朝廷的拨款已经2个月没到了，寺里的开销全靠以前的积蓄撑着，可那些积蓄还能撑多久？玄奘抬起头看了窥基一眼，目光平淡的像是在看窗外的一片落叶。经还没有译完，银子的事总会有办法。窥基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。他站起身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师父。那个瘦削的身影弓着背，脊梁骨一节一节地凸出来，隔着僧袍都能看见。窥基的眼眶忽然有点发酸，他赶紧转过头，快步走了出去。朝廷的态度一冷下来，寺里的风向也跟着变了。以前那些争着抢着要到易经院来帮忙的僧人，现在一个个都找各种借口推脱。有人说自己身体不好，要去后山静养；有人说自己接了别处寺院的邀请，要去讲经弘法；还有人干脆连招呼都不打，卷了铺盖就走了。玄奘对这些事一句话都没说过，每天照常天不亮就起来译经，直到深夜才躺下。可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易经院的炭火不够用，玄奘裹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棉袍，坐在案前，冻得手指发僵，握笔都使不上劲。一阵剧烈的咳嗽从他胸腔里涌上来，他弯下腰，用袖子捂住嘴，等咳嗽停了，袖口上多了一片刺眼的红。慧丽端着热水进来，看见那片血迹，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。师父，您咳血了，我去请郎中。玄奘摆了摆手，把袖口翻到里面，像是在遮掩什么，不碍事。天冷嗓子干裂罢了。你把那盏灯拨亮些，这段梵文我总觉得哪个字不太对。慧丽看着师父苍白的脸色和嘴角残留的血渍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师父，歇一歇吧，经文明天再译也不迟。玄奘没有回答，他已经重新低下头，干瘦的手指握着笔杆，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着。烛火映着他的侧脸，颧骨高高耸起，眼窝深深凹陷，哪里还有当年在屈女城高台上意气风发的影子？又过了几年，玄奘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朝廷那边的关系也彻底凉了下来。唐高宗对佛门的态度日渐冷淡，有人传言说皇帝更信道教，打算削减各地寺院的僧人名额。这个消息像一阵寒风，把大慈恩寺里本就不多的弟子吹散了大半。玄奘决定搬到凤栖山的玉华寺去，那里地方偏远，没人打扰，适合安安静静的把剩下的经文译完。搬家那天，偌大的易经院里只剩下几个人帮忙收拾东西，场面冷清的让人心酸。慧明是跟着去玉华寺的弟子之一，他年纪不大，性子老实，话也不多，干活倒是勤快。到了玉华寺之后，玄奘把自己关在禅房里，继续翻译《大般若经》。这部经卷篇幅巨大，600卷，每一卷都厚得像砖头，光是翻开来找到上次译到的地方，就要花好一会儿功夫。
弟子彦从是个30出头的僧人，来玉华寺之前在长安城里小有名气，去过好几座大寺讲经。他跟着玄奘到玉华寺，本来是冲着玄奘弟子这个名头来的，觉得跟着一代宗师怎么着也能混出个前程。可到了这穷乡僻壤，一看寺院破旧，香客稀少，连一顿像样的斋饭都吃不上，他的心就凉了半截。一天傍晚，彦从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，看着天边惨淡的夕阳，一脸闷闷不乐。另一个年轻弟子道宣端着一盆衣服从旁边经过，瞥见他的表情，忍不住停下来问了一句：“彦从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一副双打茄子的样子。”彦从抬起眼皮，嘴角扯了一下：“道宣，你说咱们跟着师父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到底图什么？”道宣放下木盆，在他旁边坐下来：“师父不是说了吗？把大般若经译完，就是咱们最大的功德。”功德彦从嗤笑了一声，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怨气：“功德能当饭吃吗？你看看长安城里那些寺院，哪个不是香火鼎盛，信众如云？再看看咱们这儿，连佛堂的蜡烛都快买不起了。”道宣低下头没有接话，他知道彦从说的是实话。沉默了好一阵子，彦从又开口了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我听说明觉寺的慧远法师在招弟子，那边可是朝廷重点扶持的寺院，待遇好得很。”道宣猛地转过头看着他：“你想走？”彦从没有直接回答，站起身拍了拍袍子上的灰，看了一眼禅房方向：“我不是想走，我是觉得师父这条路走不通了。朝廷不待见他，弟子们也留不住他。一个60多岁的老人还能撑几年？”这番话像一根针扎在道宣的心窝子上。他想反驳，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他自己心里何尝没有过这样的念头。3天后，彦从卷了铺盖，天没亮就走了，连辞行的话都没留下一句。玄奘坐在案前，听慧明来报说彦从走了，手里的笔停了一瞬，又继续写了下去：“师父，彦从师兄他连个招呼都没跟您打。”慧明站在门口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气愤。玄奘的目光没有离开面前的经卷：“个人有个人的路，留不住的就不必留了。”慧明咬了咬嘴唇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去厨房给师父热粥去了。可彦从的离开像是打开了一道口子，之后的日子里，弟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。有人走的时候跟玄奘磕了个头，有人走的时候只是在门口站了站，也有人跟彦从一样，趁着天黑悄悄溜走的，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。到最后，整个玉华寺的译经院里就只剩下慧明和另外2、3个弟子。道宣也走了。走之前，他红着眼眶跪在玄奘面前，磕了3个响头：“师父，弟子不孝，弟子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”玄奘放下笔，看着跪在地上的道宣，脸上没有愤怒，也没有责备，只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倦。“起来吧，地上凉。”道宣站起来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：“师父，您多保重身体，别太拼了。那些经文翻不完也没关系的。”玄奘摇了摇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翻不完不行，我答应过的事就一定要做到。”
道宣走了之后，玉华寺变得更加冷清了。偌大的寺院里，回廊上的脚步声都能传出回响来。玄奘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，吃的是最粗糙的斋饭，穿的是补了又补的旧僧袍。可他翻译经文的速度反而更快了，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赛跑。慧明有一回忍不住问他：“师父，您这是在赶什么？”玄奘正埋头写着字，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：“赶在这副老骨头散架之前，把该做的事做完。”慧明听了这话，鼻子一酸，赶紧低下头，假装整理桌上的经卷。那年冬天，凤栖山上下了一场大雪，玉华寺的屋顶上积了厚厚一层。一天夜里，外面下着雨夹雪，风刮得窗户纸呼啦呼啦响。玄奘忽然想起白天晾在院子里的几卷刚译完的经文还没收回来，赶忙披了件袍子就往外走。慧明那晚住在寺院另一头的偏房里，并不知道师父出了门。院子里黑漆漆的，雨雪打在脸上又冷又疼，地上的石板滑得像抹了油。玄奘摸黑走了几步，脚下一滑，身体猛地失去了平衡。他想抓住旁边的廊柱，可手指刚碰到木头就滑脱了，整个人重重地摔进了院墙外的一处低洼水坑里。冰冷的泥水瞬间没过了他的半个身子，他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可右腿一使劲，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，像是骨头错了位。他咬着牙，用胳膊撑地，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站起来。雨雪还在下，泥水冰冷刺骨，他的身体止不住地发抖，牙齿咯咯作响。他张嘴想喊人，可声音被风雪吞噬，细弱的像一根随时会断的丝线。没有人听见。整座寺院沉浸在黑暗和风雪中，没有一扇窗户亮着灯。玄奘就那样躺在水坑边，浑身湿透，冷得手脚都没了知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慧明出门打水，才看见院墙外有个黑影蜷缩在泥地里。他跑过去一看，差点瘫在地上。师父，师父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玄奘的脸色灰白得像一张纸，嘴唇发紫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衣服上满是泥浆和冰碴子。慧明大声呼喊，把寺里仅剩的几个僧人都叫了过来，手忙脚乱地把玄奘抬回了禅房。可玄奘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到了极点，这一摔又在冰冷的泥水里泡了大半夜，彻底撑不住了。高烧一烧就是好几天，退了又起，起了又退，反反复复。右腿的伤口感染化脓，疼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可他从来不喊疼，只是紧紧地攥着被角，指节发白。慧明日夜守在床边，端水喂药，寸步不离。他看着师父一天比一天消瘦的脸庞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透不过气来。那些走了的弟子们听到消息，有几个赶了回来，站在禅房门口，谁也不敢先进去。燕从也来了，他站在最后面，低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慧明看见他们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，只是侧过身子让开了路。弟子们一个个走到床前，看见玄奘躺在那里，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，脸上的皮肤薄得几乎能看见底下的血管。他的眼睛半睁半闭，呼吸浅而急促，胸膛的起伏越来越微弱。师父，
弟子回来了。弟子不该走的。燕从跪在床边泣不成声。玄奘的眼珠微微转动了一下，像是在辨认眼前的人，可他的目光已经浑浊得看不清东西了。他的嘴唇咔动了几下，似乎在说什么，可声音小得听不见。慧明赶紧俯下身去，把耳朵凑近师父的嘴边。师父，你要说什么？弟子们都在，您说，我们听着。玄奘费力地抬起右手那只曾经握笔译过千卷经书的手，此刻瘦得像枯树枝，微微颤抖着指向床头堆放的经卷。弟子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那里摆着几卷还没译完的大般若经，纸页微微卷曲，墨迹未干，可谁也不明白师父到底想说什么。玄奘的手臂在空中停了一会儿，像是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，缓缓地落了下来，眼角滑下一滴浑浊的泪水。慧明俯下身，将耳朵贴近玄奘的嘴唇，屏住呼吸去听。周围一片死寂，只有窗外的风声呜咽。玄奘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用尽了此生最后一丝力气，吐出了2个字。慧明猛地直起身子，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震惊，又从震惊变成难以置信。他呆呆地愣在原地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其他弟子纷纷围过来追问：师父说了什么？师父到底说了什么？慧明张了张嘴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他看着玄奘那张已经安详闭目的脸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当这2个字传到众弟子耳中时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慧明喉头剧烈滚动，滚烫的泪水砸在泥泞的地面，晕开一小片浑浊水渍。他死死攥紧双拳，反复确认方才贴在师父唇边听见的声响，一字一顿地把那2个轻如游丝的字说给所有人听的声。短短2个字落下，禅房之内瞬间死寂。窗外风雪呼啸，穿过回廊撞的木窗哐哐作响，反倒衬得屋内静得可怕。燕从双腿一软，直直跪倒在地，额头重重磕在冰冷青砖上，额头很快蹭出一片青紫，压抑多年的愧疚顺着喉咙喷涌而出，哭声撕心裂肺，震得屋梁上积年尘土簌簌往下落。其余归来的弟子或是垂手啜泣，或是掩面哽咽。有人背过身，倚着墙壁，肩膀不停剧烈颤抖。谁也不曾料到，师父穷尽一生，踏遍万里黄沙，译尽千卷梵经，熬过世人难以想象的孤苦与冷眼。弥留之际，心心念念，竟只吐出这简简单单的2字真言。道宣踉跄着往前挪了2步，目光落在玄奘枯瘦垂落的右手那只曾握笔18载，写进100万经文的手，此刻松弛摊开，指尖还残留着常年执笔磨出的厚茧。他想起当年在玉华寺院内，自己同燕从抱怨山中清苦，朝廷冷淡，埋怨师父固执守着无人问津的易经事业，一心只想奔赴长安香火鼎盛的明寺，求取名利供养。那时玄奘听见所有怨怼，不曾半句斥责，只是淡淡一句个人有路。如今再回想，只觉满心羞愧，万千言语堵在胸口，只剩下止不住的泪水。慧明缓缓走到床榻边，轻轻拉起玄奘冰凉的手掌，掌心沟壑纵横，
布满常年伏案劳作留下的伤痕，荒漠戈壁磨出的老茧，油灯灼伤的细小印记，日夜握笔凹陷的指节，尽数刻在这双手之上。他轻声细数师父这一生走过的路，13岁进土寺剃度，少年时便看透各家经文译本相互矛盾，立下西行求法的宏愿。28岁私自出关，孤身穿越寸草不生的漠河盐喀，断水数日，濒临死亡。凭着心中执念匍匐向前，翻越终年积雪的葱岭，遭遇劫掠盗匪，肆虐瘟疫，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历经4年跋涉，才抵达天竺那烂陀寺。在天竺，5载戒贤法师倾囊相授，曲女城18天，无遮大会数千各国高僧，无人能辩驳他半分。大乘尊他大乘天，小乘敬他解脱天。戒日王以国师之位万顷良田挽留他，他却丝毫不贪恋异域荣华，一心只记着东土众生渴求真经，毅然带着657部梵文经卷返程。重回长安那日，朱雀大街，万人空巷，百姓攀墙爬树，只为一睹他的身影。唐太宗亲自召见，愿劝他还俗辅政，执掌朝堂权柄，玄奘依旧婉言拒绝，只求一处清净寺院静心译经传法。出入大慈恩寺译经院时，朝廷拨款充足，僧徒云集，每日数十名僧人分工笔录，润色校刊，灯火昼夜不息。那时的玄奘尚有强健体魄，白日校阅梵本，夜里整理译文，即便废寝忘食，眉宇间也藏着完成心愿的光亮。可太宗骤然驾崩之后，一切风光尽数消散。唐高宗偏爱道教，对佛门日渐疏离，译经银两一再缩减，宫中时常派遣官员监察，一字一句都要登记报备，无形枷锁牢牢捆住译经事业，流言蜚语随之席卷整座长安。有人诋毁玄奘耗费国库银两译经，毫无实效；有人借辩机旧案发难，指责他管束弟子不严，心性不够通透。门下不少年轻僧人眼见朝堂态度转变，觉得追随玄奘再无前程，纷纷另寻高枝。往日人声鼎沸的译经院渐渐冷清寂寥，窥基虽始终追随左右，却也时常忧心寺院生计。数次劝说玄奘入宫面圣，主动迎合帝王喜好，以换取朝廷扶持。玄奘每次只是摇头，言道佛法自有本心，不必攀附皇权，求得存续。为避开长安俗世纷扰，安心完成体量浩大的大般若经翻译，玄奘主动请旨前往偏远荒凉的玉华寺。凤栖山终年寒凉，寺院年久失修，房舍漏风，炭火短缺，粗茶淡饭便是日常。昔日簇拥在他身边的弟子大半不愿忍受清贫，接连不辞而别。燕从走前满心不甘，认定师父固守执念，耽误一众弟子前程。道宣动摇许久，终究耐不住山中孤寂，含泪拜别。还有许多年少僧人趁着夜色卷走简单行囊，悄无声息消失在山林深处。偌大一场，到最后只剩慧明寥寥数人坚守，哪怕周遭人心离散，病痛日夜侵扰，玄奘从未停下手中笔墨。龙朔3年深秋，600卷大般若经终于全数译完。搁下笔的那一刻，
他望着堆积如山的经卷，轻声告知身边弟子：经世已毕，此生尘缘将尽。那时他身形早已垮塌，常年咳血，腿脚麻木，不便行走，却依旧每日独自前往庭院晾晒经卷，生怕潮湿水汽损毁耗费数年心血完成的译本。出事那日，雨雪交加，院内石板湿滑。他不愿叫醒居住偏房的慧明，孤身一人出门收经。脚下打滑坠入院外积水深坑，冰冷泥水浸透单薄僧袍，右腿磕碰重伤，在寒风冷水中煎熬整夜。待到第二日清晨，才被慧明发现。卧床数日，高热反复不退，伤口感染溃烂，刺骨疼痛日夜折磨，玄奘却始终不曾发出一声呻吟。清醒之时，目光总落在床头整齐堆叠的繁汉经卷之上。归来的弟子守在床边，轮番为他擦拭身体，喂服汤药。每个人都在心底懊悔不已，懊悔从前只看见清贫与冷落，没能读懂师父藏在沉默之下的慈悲。他们总以为师父执着易经是固守文字，不懂变通，总埋怨朝廷不再扶持，日子过得清寒窘迫，却从未静下心读懂他耗费一生追逐的从不是名望供养与皇权青睐，只是希望完整纯粹的佛法能够留存世间，度化后世无数迷茫之人。燕从伏在床前一遍遍地叩首，额头早已渗出血丝，哽咽着诉说自己当初离开的私心，贪图繁华寺院的香火，旁人追捧的虚名，嫌弃玉华寺清贫荒芜，全然无视师父日夜操劳，一身病痛。他原以为离开玄奘便能前程坦荡，可在外游学这些时日，拜访无数名僧大德，翻阅各家残缺译本，才越发明白当年玄奘执着西行，一字一句推敲译文的深意。世间诸多讲经之人，大多只会摘取片段经文迎合世人，无人如师父一般穷尽一生还原佛法本真，不掺半分功利之心。此番听闻师父重伤垂危，他日夜兼程赶回，满心愧疚，无处安放，只盼能有机会弥补过往过错。可如今师父已然油尽灯枯，留给他们的只剩一句得声。道宣站在一旁，指尖轻轻抚过一卷尚未校阅完毕的经文，纸上字迹工整沉稳，哪怕玄奘晚年视线模糊，手指颤抖，落笔依旧一丝不苟。他想起从前同燕从闲谈，质疑师父这般坚持毫无意义，朝廷不看重，弟子留不住，耗费一身病痛换来的经卷，未必有人静心研读。此刻回想，才惊觉自己何其浅薄。世人大多追逐眼前浮华，计较得失利弊，稍有挫折便心生退意。可玄奘13岁立下求法誓言，此后数十年遭遇绝境无数，从未有过半分退却。沙漠断水，雪山冻伤，朝堂冷落，弟子离散，任何一桩磨难放在旁人身上都足以让人放弃初心，唯有他任凭世事冷暖，始终守住心中一念。慧明缓缓开口说起玄奘卧床清醒时曾拉着他的手细细嘱托后事，言语平和，不见半分遗憾。他交代所有译好的经卷妥善封存，送往大慈恩寺保管，不可随意遗失损毁，吩咐身后丧葬一切从简，只用粗竹席裹住身躯，寻一处山间僻静土坡安葬，
不必修建华丽木塔，无需官员僧尼大肆操办，又叮嘱留下来的弟子不必执着追随自己的名号，往后潜心研读经卷，将译出的佛法广为传扬，不必计较世间冷暖，世人眼光。那时玄奘尚且能清晰言语，眼中带着柔和光亮，提及此生西行易经种种过往，没有半句诉苦，只说自己有幸完成心中所愿，此生无憾。他说西行路上无数次濒临死亡，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从来不是求生欲，而是记挂东土众生被残缺译本误导，看不清佛法真意。晚年独坐玉华寺，弟子一一离去，深夜独对孤灯译经，冷风穿窗，病痛缠身，心中也不曾生出怨恨，只知小人各有志，强求不得，众生自有各自的修行路数。窗外风雪渐渐停歇，一缕微弱天光透过破损窗纸照进禅房，落在玄奘安详平和的面容上。此前数日被病痛折磨的苍白憔悴尽数消散，眉眼舒展，仿佛沉沉睡去。燕从慢慢抬起头，泪眼朦胧望着床榻上的师父，反复咀嚼方才听见的得生二字，心中豁然清明。这两个字从不是祈求自身往生净土，脱离凡尘苦难，而是师父穷尽一生的期许愿，所有众生皆能破除迷茫，寻得本心，寻得觉悟之生。愿后世研读经卷之人能凭借完整佛法，挣脱俗世贪嗔痴的桎梏，寻得真正自在安稳的生命归宿。从前众弟子总纠结现实得失，计较供养多寡，朝廷礼遇，旁人尊崇，陷入名利执念之中，反倒看不懂师父一生坚守的内核。玄奘翻越10万里路途，不为求得万众敬仰，婉拒朝堂权位，不为博取世俗功名，耗尽18载光阴易经，不为留自身万古声名。所有跋涉、隐忍、孤苦，只为成全一句众生得生。他历经世间极致的荒凉与冷落，尝遍不被理解的孤独，心中装着的却从来不是自己的委屈，而是千千万万未曾相见的世人。道宣走到案前，轻轻铺开一张干净麻纸，拿起师父遗留的旧墨笔，想要记下这2字遗言。笔尖落下之时，守不住颤抖，泪水滴落在纸面，晕开大片墨痕。他想起屈女城大会上意气风发的玄奘立于高台之上，面对诸国数千高僧从容论道，立下一字被驳甘愿斩首的誓言，想起沙漠之中濒临渴死，匍匐黄沙依旧默念经文，心中不曾生出半分后悔。想起太宗劝他还俗为官，他一身袈裟不曾动摇半分。想起玉华寺寒夜咳嗽带血，依旧伏案笑阅经文，任凭弟子冷眼疏离，依旧温柔相待，包容所有人的私心与浮躁。那些曾经离开的弟子，此刻尽数守在禅房之内，无人再言一句名利前程，无人在抱怨山中清贫孤苦。所有人静静伫立，一遍遍默念得生2字，心底多年浮躁杂念尽数消散。他们终于读懂师父这一生从未向外索取分毫，不求朝廷善待，不求弟子长久相伴，不求后世歌颂赞誉，只以自身万里跋涉，半生孤苦换一句众生得生。
接连数日，一众弟子日夜守灵，诵念玄奘亲手译出的经文。梵音低声萦绕整座玉华寺山林，山间百姓听闻一代三藏法师病危，自发携带素斋香烛赶来探望，远远望见禅房门外垂泪的僧人。听闻师父临终只留得生二字，无不心生动容，纷纷跪在寺院外围焚香祈福。麟德元年2月初5夜半，月色清淡，山林寂静无声，玄奘呼吸缓缓归于平静，安然侧卧，再也没有醒来。消息隔日传入长安，唐高宗听闻，噩耗当场失声落泪，慨叹大唐失去佛门栋梁，苦海失渡人，暗室无明灯。当即下旨，丧葬所有开销由国库全额供给，准许京城所有僧尼手持翻盖沿路相送灵柩。运送灵柩返回长安那日，沿途数十里百姓自发沿街跪拜，哭声连绵不绝。有人手持手抄经文，有人捧着自制香花，只为送这位踏遍万里求取真经的僧人最后一程。昔日嫌弃玄奘清贫，另投他处的僧人听闻灵柩过境，纷纷赶到路边垂手送行，心中满是悔意，终于明白当年自己错失何等珍贵的指引。依照玄奘生前嘱托，弟子起初打算寻山间僻静之处泊葬，可百姓与百官再三恳请，最终落葬于兴教寺。目前只立朴素砖塔，没有繁复雕饰。下葬那日，曾经离散又折返归来的弟子尽数到场。晏从、道宣、慧明等人跪在墓前，将那得生二字刻在塔内石壁之上，日日诵读，谨记师父最后的嘱托。往后千百年岁月流转，王朝更迭，战火几番，席卷中原，无数寺院损毁，古籍散失。可玄奘当年呕心沥血译出的1300余卷经卷代代流传，未曾断绝。兴教寺砖塔历经风雨侵蚀，依旧矗立山间，石壁上得生二字清晰如初。无数后世文人僧人寻常百姓前来拜谒，读懂这短短二字之中藏着的无边慈悲。后世之人读玄奘生平，大多只记得他西行108000里的传奇壮举，艳羡他当年驱女城万众拥戴，长安万人相迎的无上荣光，却很少知晓他晚年独居荒山，弟子离散，朝堂冷淡，跌入冰冷水坑，重病缠身，在极致孤寂之中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世人总偏爱风光鼎盛的故事，不愿直面英雄落幕时的落魄与清冷。可恰恰是晚年那段无人相伴，满是冷眼的岁月，才衬得那句得生重于千钧。他拥有名震两国的学识，帝王青睐的机遇，唾手可得的荣华，却主动舍弃一切，守着孤灯残卷度过暮年。他遭遇门下弟子质疑背弃，承受朝廷冷落疏远，病痛日夜折磨肉身，心中不曾生出一丝怨怼。临终所思依旧是世间众生皆能得生。西行路上的艰险，历经多年的辛劳，晚年承受的冷眼与孤独，所有苦难尽数化作心底慈悲，凝聚成这短短二字真言，跨越千年时光，始终点醒每一个陷入迷茫的后人。多少人行走世间，遇一点挫折便心生抱怨，
受几分冷落便放弃初心，追逐名利富贵，计较得失荣辱，稍有不如意便怨天尤人，困在自我得失之中难以挣脱。可玄奘用一生告诉世人，真正的坚守从不是顺境之中的意气风发，而是身处低谷，受尽疏离，依旧守住心中慈悲。真正的追求从来不是意己荣华，而是放下自我执念，心念众生，愿所有人脱离苦难，寻得觉悟自在的心声。当年那些匆匆离去的弟子，此后余生皆留在佛门潜心修行，不再追逐繁华名寺与众人追捧。燕从走遍大唐各州，抄写玄奘译出的经文送往偏远无名寺院，供给穷苦僧人研读。道宣隐居山林，整理玄奘生平言行，写下传记流传后世，记录师父一生赤诚惠民，常年驻守玉华寺，守护译经旧院，守着师父当年用过的笔墨，晾晒经卷的庭院，直至寿终。他们终其一生，以自身修行弥补当年的浅薄与愧疚，将那句得生记在心底，代代传递玄奘留下的佛法与初心。千年岁月匆匆而过，大漠戈壁的古道几经掩埋。当年玉华寺的老旧房舍历经修缮，唯有刻在石壁的遗言从未褪色。每当后人回望玄奘的一生，不再只惊叹西行取经的传奇，更会读懂他晚年孤苦之中留下的二字重量。他熬过世间所有寒凉与孤独，放下个人所有委屈与遗憾，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箴言不过简单得生二字。这两个字藏着跨越生死的豁达，藏着包容万物的慈悲，藏着不惧孤苦的坚守。纵使人生长路满是坎坷，周遭人心离散，前路清冷孤寂，也不必困于眼前得失。放下自我执念，心怀众生，守住心中本心，终能寻得属于自己的通透心声。这便是玄奘留给后世绵延千年不曾消散的力量。风雪早已散去，玉华山四季常青，译经院的故事静静藏在山林之间，一句得生穿过漫长岁月，依旧照亮每一个行路之人的内心。玄奘这一生走过大漠，翻过雪山，见过帝王的礼遇，也尝过人情的冷暖。年轻时万人迎他归来，晚年时却只剩一盏孤灯。几卷经书，还有一副早已被岁月拖垮的身体。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他没有怨恨离去的弟子，也没有埋怨冷落他的朝廷，更没有为自己这一生受过的苦感到不值。他留下的只有两个字：得生。所谓得生，不只是生命的延续，更是在苦难中不丢掉初心，在冷眼中不放弃坚持，在看透世事之后依旧愿意心存慈悲。人这一辈子，顺境时坚持并不难，难的是无人理解时你还愿不愿意继续走下去。众人追捧时心怀善念并不难，难的是被人冷落之后你还能不能不生怨恨。玄奘用一生告诉我们，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从未跌入低谷，而是跌入低谷之后，心里的那盏灯依然没有熄灭。千年过去，大唐早已远去，西行古道也被黄沙掩埋，但得生二字却依旧留在人间。愿我们走过半生，历经得失，
受过冷眼之后，依然能够守住初心，不困于过去，不惧怕前路，最终获得属于自己的新生。这就是玄奘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答案。